趁着青明子被文君直等人吸引了注意力，我快速画出大量能克制飞头蛮的照明符，在他转身的瞬间引爆，将他原地送走，彻底解决了松风公园的灵异事件。我们杀死金丹境高手的消息，让在外等待的众人瞠目结舌。交接完工作，文君只开车送我回家，路上却再生变故，我手里的枪指向了文君止。放心吧，不会。文君止的声音突然变得模糊而且遥远，我只感觉眼前一花，居然站在一个脏兮兮的房间中间，身体像是刚被人揍过一样，隐隐传来一阵阵痛感。透过铁门还能看到对面一个肥胖的外国女人恶狠狠地盯着我。我走进洗手台，镜子里照映出另一个女人的脸，看起来像是亚裔女性，满脸淤青，看来这监狱里也并不好过。怎么回事？我穿越了？不是，别人穿越都是穿成公主妃子，再不济也是大家小姐，怎么我却穿成了一个女囚犯？我捏了捏自己的脸，总感觉有些不真实。我又打量四周，墙上有张女拳手的比赛宣传海报，还挺新，看下面的日期是2025年的7月。还好，看来没有穿越时间，只是穿越到了外国。贱人，塞西莉不会放过你的，今天放风的时候你死定了。他说的是外国的话，但奇怪的是，勉强才过4级的我完全听懂了。我看向他的头顶，莫妮卡15点，拐卖人口，逼良为娼，盗窃嫖客钱财，无恶不作。穿越了还能看见？难道穿越的时候连我的能力也一起穿过来了？这样看起来，我的能力起码不是身体变异产生的，而是在灵魂之上呢。见我盯着他看，莫妮卡越骂越难听，我有些无语，朝他一指，莫妮卡吐出一大口血，身体一软就晕了过去。活该，就当是给那些被你拐卖的人收点利息，在这里慢慢赎罪吧。请全体在押人员前往指定空地，放风时间2小时。咔嚓，铁门突然自己解锁了。我决定先出去看看情况。来到了外面的空地，高高的围墙下，女犯人们3、5成群的站着闲聊。看到我走出来，他们都露出了厌恶的眼神。这个身体的主人干了啥？人缘真差，人憎狗厌的。我刚来到操场的角落，一个金发碧眼、双手缠着绷带的女孩被2个小妹簇拥着走过来。塞西莉·阿什克罗夫特，28点，外国贵族之女，母亲早丧，被继母陷害成为杀人犯，因为贵族豁免权，只被判处了3年刑期。我正要开口，塞西莉一个滑步就朝着我的面门直拳击来，我身形一晃，抓她衣领一个过肩飞摔，塞西莉飞摔出去好几米才停下来。打算看我好戏的众人都呆住了。前几天塞西莉还把苏杭给打趴下了，这才短短几天，他就变得这么厉害了？难道之前他还有留守？不应该啊。2个跟班对视一眼，都从袖口划出磨得锋利无比的牙刷柄，一左一右朝我刺来。我抓住2把利刺，2人感受到一股巨力，进退不得。不等他们反应，我趁着惯性抓住他们的头对碰在一起，2人白眼一翻就倒在了地上。塞西莉挣扎着站起来，身体摇晃。不要再打了，你已经有点脑震荡了。可恶啊！他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强？明明前几天他还只会那些花哨的假把式，根本没办法跟我硬碰硬的。刚才一定是我大意了。他一咬牙，快步朝我冲来，一照面又是连续凌厉的刺拳。我用单手拍下他的攻击，猛地一拳朝着他的面门打去，拳锋像刀片般实质化，在他脸上留下一道血痕。他刚才这一拳能杀了我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强？这根本不像是普通人能够有的力量。不要再打了，回去好好养伤吧。塞西莉咬了咬牙，转身一瘸一拐地走了。而此时，高处的监狱办公室里，一个中年男人正靠在窗户边。那个刺头苏杭好像变厉害了不少。典狱长，他以前可能隐藏实力。想装外傻躲避任务吗？新的任务下来了，把这几个和塞西莉也加进名单。塞西莉也去，这种灵异事件几乎不会有活口。他不是……按我说的做。是。塞西莉走后，我继续在操场上四处观察。一个瘦弱的女囚走了过来，她从衣服里掏出一根皱巴巴的烟递给我。谢谢。
我不抽烟。女囚用见了鬼的表情看着我。怎么？为什么这么看我？不是你一直让我去帮你偷烟抽吗？而且你从来没说过谢谢。还有你今天……妮娜，这里是哪里？你能给我详细说说吗？见我一脸认真，妮娜皱了皱眉。这里当然是霍洛米尔监狱，关押的都是我们这样犯下了杀人罪的重犯。这个监狱里的囚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都是炮灰。外国已经废除了死刑，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来消除掉这些犯下了死罪的犯人。什么办法？送去前线打仗吗？差不多，不过不是战场，而是灵异现场。解决灵异事件，不是一般有国家机构和专人处理的吗？现在灵异现象那么多，猎魔人根本不够用，而且本来就不多，要是耗死在灵异事件之中，对于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所以上面秘密下令，让监狱押送死囚去灵异事件探索。等找到重要信息，譬如恶灵的杀人规律，找出恶灵的弱点之类，到时候再由猎魔人们出手，就能最大限度保存猎魔人们的实力。可是普通人在灵异事件里存活的几率微乎其微。那又有什么关系？在这里只有贵族是人，普通人都不算人，何况我们这些死囚，当然可以随意牺牲。你看着吧，一旦死囚不够用了，他们就会用平民。那些参加灵异事件的人都死了吗？谁知道呢？说不定很多人其实活下来了，但最后还是被灭口了。反正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死活又有谁在意呢？我在意，只要是罪不至死的，我都在意。妮娜嗤笑出了声，又很快收了声，胆怯地看了我一眼。在这里，只怕连无所不能的神明来了也没有用。像我这样的杀人犯，即便是你，也不会真的在乎的。你不是杀人犯，你为了保护自己和妹妹不受继父侵犯，才失手用水果刀刺死了他。你没有错，错的是你禽兽不如的继父和为了嫁给出轨对象，做伪证把你送进监狱，把你妹妹送进孤儿院的妈妈。妮娜的身形猛地一顿，脸上露出骇然之色。因为妈妈作伪证，连法院的判决文书上写的都是我不服管教杀死了继父，根本没有人知道我是正当防卫。为什么苏恒会知道？他今天性情大变，还突然变得这么厉害，难道他也是被邪灵附身了？连这个监狱也已经被恶灵入侵了。妮娜的后脊背冒起了一股寒意，她没回应，转身快步离开了。去灵异事件里当炮灰吗？似乎也不错，装作被恶灵杀死了，就可以悄无声息的越狱，也不用害怕被通缉。我刚回到牢房，坐着休息了一会，就有2个女狱警走来，打开了牢房门。苏杭，给我出来，轮到你去执行任务了。